你说如果我想离婚，你们能理解我不？我带着一家人去哈尔滨玩，玩的我现在轻微脑震荡。是这样的，故事发生在去哈尔滨之前，我们要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，要给全家人订4套衣服。我让我同事帮我订的，我同事就直接找的大胖媳妇说：“姐夫，你给我一下你的身高体重。”我同事没有说订衣服这个事儿，大胖媳妇不知道咋想的，告诉人家她身高1.8米，体重185，我同事就直接给她订了。拿到衣服，我和孩子都正好，她的穿不进去。我说怎么订的？我同事没问你身高体重吗？他说你同事问我了，但是他也没说要身高体重是订衣服啊，我以为要给我做百度百科呢，结果这个衣服就是穿不进去，因为他谎报了26斤。我说那咋办也来不及了，你的就给人退回去。我们几个穿一样的，好看的、暖和的，你自己穿你的棉马甲。他不干，他说这衣服其实正好，就是里边衣服穿太多了。于是。但是他一看我都已经联系人准备要退了，为了保住这件衣服，这个男人居然决定在哈尔滨旅游这3天，瘦到能穿进这件羽绒服。哎，真下了狠心呐！我们逛了那么多地方，那么多好吃的，人啥也不吃。第1天真挺过去了，我看他肚子真小一圈。第2天我们去泡温泉，我觉得他好像是饿到极限了，眼睛都绿了，但是嘴上就是不承认。我们吃啥他也不吃，奶茶，减肥啊！但是被我同事偷拍了，在一个放满了青椒的泡澡池里。我同事跟我说：“姐，我刚才偷摸拍的姐夫。”哎呀，你看看，要不你劝劝吧，姐夫这样得出事儿。我说你刚才吃啥了？他说只是一口蘸酱菜。我说你别饿出毛病来了，那衣服有更大码的，明天就到。1秒钟，大胖媳妇就放心了，甩开膀子就要吃。怎奈何当时旁边只有自助水果，奔着水果区就去了。光西瓜能吃6斤，回休息区一躺。留着吧。吓整个哈尔滨一跳，回去换上了最大码的新衣服，合身了。大胖媳妇做回自己了。怎么说呢？快过年了，大胖媳妇是奔着出栏去吃的。谁跟你抢？吃的多他就快乐，他就劲儿大，他就伤害性极强。俺一家人一起去冰雪大世界，进去他就要玩那个最刺激的大滑梯。我说我不去，咱就玩点这个拉小孩这个雪上轮胎这种安全的，我怕摔。他说没事儿，你别怕摔，有我在。话音未落，晚安，玛卡巴卡。他说对不起，我玩嗨了，没收住，我收着点绳子。过了5分钟，他问我咱中午吃啥？我说杀猪菜。他说杀猪菜。我说孩子们也未能幸免。我脑袋嗡嗡，人家玩的嗷嗷的，都玩饿了。距离他换上新羽绒服只有37个小时的时间。然而就这么吃，终于在我们离开哈尔滨之前的最后一顿饭上，我们发现新到的大羽绒服又小了。太好了，那还包个风女。哎呦我的妈！风女生。出来了，你瞅整的这个大的，那去休闲去了。我爸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实信息，一些短视频，说人类要面临灭顶之灾，世界要发生些大事儿，然后告诉他今天下班你必须去 ATM 把你的工资卡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。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根本没听明白，就是以为我爸摊上什么大事要急用钱，要见他老丈人，把工资卡里所有钱都取出来。我爸说所有钱都取出来，然后这些取出来，你看我看他全取出来了。都700呀，都700呀！我爸呀，最近刷到了一些没有依据的夸张叙事的短视频，说世界要有大灾大难，要赶紧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。然后我爸买了很多那种军用的压缩饼干、方便面等等物资，然后自己还取出来一堆现金藏小匣里了，还告诉大胖媳妇今天下班一定要把自己工资卡里的现金都取出来。大胖媳妇根本没明白咋回事，我爸让他把所有资产转移出来，他就转移出来了。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实话，最近你爸不太正常，买干粮、取钱、整理重要证件。他虽然不跟我明说，但是我也不傻。综上所述，谁还猜不出来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逃逸。今天还跟我说让我把钱都取出来买金条，我这都取出来了，我油条都买不了几根，还买金条。但是你说老丈人张嘴了，我也得借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趁早你得跟他唠唠。你看他这些准备，那可是要跑挺远呢。你告诉他，准备的再充分，那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建议还是自首。我就把误会跟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不逃逸啊，那储藏间的东西都是他买了避难用的，那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呀。你看这排蜡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给早打写作业用的吗？这倒还好。你看这几本明显给张大铁准备的英语练习册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外边惊涛骇浪，地动山摇，那不正是张大铁学英语的好时候吗？平时还静不下来心。我俩呀，就是一晚上搁那劝我爸。大胖媳妇说，爸呀，你不能听那些短视频博主说啥就是啥，那短视频张口就来，那张彩玲天在视频里还说我傻了吧唧。那你认识我本人，那你知道他说那玩意儿。我爸说有错吗？不就是你们，不就是你们。我俩最终把我爸说明白了，但是俩孩子都听着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了，早打就过来问我，那妈妈，如果世界末日真来了，你会带着什么逃亡？我说那必须带着您俩呀，你爸要是1个月之内没把
老妈吃了，我还得带着护舒宝第3代液体卫生巾。从第1代升级到现在，它一直最懂女性，全新升级，完善细节需求，给女性无感般的细致保护，一吸到底，隔离细菌，更好维护女性健康。创新体感都在细节。但是面对世界末日，俺家这个翟奥达和张大铁还是有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拿铁，我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外星人来了。拿铁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只跟他上个打呀！外星人听不懂你说中文，那不怪我的，怪我的。翟奥达把这个事儿很当真，睡觉之前非得拉着张大铁对着窗外许愿。我希望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还有姥爷和姥姥，还有爷爷和奶奶，还有两个姑姑都来呀。我来着我。然后他俩就睡觉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张大铁自己又跑出来了，重新许了一个。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外星人就可以给我们在一个高度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别跟我2岁以后我的婆婆温迪她又要来了。这次事发很突然，我们都没有准备好。而最让我心中恐惧的是，张大铁好像是疯。你们在这个视频的结尾会看到张大铁发作的实况录影，你们也帮我判断一下这孩子这是什么毛病。那是一个很祥和的夜晚，我们一家在沙发上享受着岁月静好。突然我们接到了温迪的电话，温迪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年年底攒了$8000。”我们说：“哎呀，那太好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大的好消息，我要把这笔钱花在与你们相见。我们已经买好了机票，2月4号让我们相会在北京 China。”当时局面很尴尬，就实在是欢呼不起来呢。我说感觉你们刚走。他说已经4个多月了，我们分别了4个多月了。我跟大胖姐互相看了一眼，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在闪现一首 BGM， 时间都去哪儿了，还没缓过来，你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有点不解，就我的公公婆婆赚的也不多，也没啥存款，怎么就攒钱就来了呢？一刨根问底才问出来，我的婆婆因为想节约，把她老公布莱恩的牙医保险给停了。我公公现在这颗门牙坏了，一直没法补，就这委屈受的，咱说就打碎了牙哈，只能往肚里咽。结果最后预算不够，还没有布莱恩的机票。在电话里我看着布莱恩，我说不来，他说我说啊，所以你叫布莱恩，布莱恩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挂了电话，心情很复杂。更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张大铁，因为他忘了温迪是谁了。翟奥达一直跟他说这是我们的奶奶呀。张大铁似乎不咋认识，也是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，上次见到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前半生。我就想，那我得帮着张大铁唤醒一下他对奶奶的记忆，我就开始帮他找回忆。结果我发现吧，张大铁跟他奶奶的回忆不找也罢。你入学的新书包，他背回了加拿大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他说不用打。你最在乎的户口本，他也能给你丢。你委屈的泪花，都是因为他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我不应该给他找回忆。本来的张大铁爱忘但恨也忘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但是他们家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说道没讲究，你也不用就特别礼貌的什么特别用心的怎么专门去招待。所以我心里就决定，这次过年我准备让我的爸爸，也就是温迪的哥哥，先把温迪等人带回铁岭，我在北京自己先缓2天，就说我有工作，养精蓄锐之后我再回去过年。然后我说温迪，那头2天我就不陪你了啊，你可以不？他听了完全不在意，说他自己在铁岭可以勇闯天涯，我到时候就给他留3箱白象东北黏糊麻辣烫就行，地道东北风味，黏黏糊糊，麻辣香浓，白象品类丰富，蟹黄拌面和糟粕醋海鲜粉好吃又过瘾，在家就能尝到各种地域特色，美味不求人。但是问题是，大人现在都缓过来了。张大铁疯了，告知他奶奶来了，又帮他找了一晚上关于奶奶的回忆之后，张大铁入睡了。然后后半夜1点半，张大铁应该是在睡梦中想起来啥，起床自己走出卧室，说啥要去上学。拿铁你干嘛？我要上学给我书包。拿铁你要去哪儿？我书包呢？